相信大家最近都在找这食谱，想要在厨房大展拳脚。当然我也一样。除了怎么把食物做得这么好看，有一点我也是很好奇，那就是到底买材料会比亲自做来的划算吗？今天我要做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千层蛋糕，这些是我们会用到的材料。因为糖和盐的用量蛮少的，数字也太小，我这里就不算了。这些就是我根据用量用除法得出的大概价格。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材料费，你没有看错，就只要8.3块，你就可以做一整个6寸的蛋糕。前提是你在完全没有出错下就成功了。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我有没有失败啦。首先我们来制作千层皮，加入鸡蛋、糖和盐，搅拌均匀。加入低筋面粉，搅，加牛奶，搅呀搅，然后加入融化了的牛油，这里记得一定要完全融化成油才加进去。同样的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来过筛，包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1个小时。然后我们来开始煎千层皮，越薄越好，越薄就可以煎越多片。最好是用圆的不粘锅，我用的是4方的，加上圆形模具。开小火煎2面。我连煎蛋都有问题，所以这个千层皮有点丑，也有点厚。终于大功告成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会这么难，有点像 roti canai。我只煎了9层就把材料用完了，所以才变成了一个9层糕。这个材料应该可以煎更多片的。可是我的天分有限，太薄的话不懂要怎么翻。OK，moving on， 我们来做 cream， 只需要 whipping cream 和糖，打成 cream 这样就可以了。以为这么容易吗？我不小心把奶油打成颗粒状，上网 Google 了一下，说是油水分离了，看起来就像是豆腐渣一样，所以我的 cream 失败了。于是我又重新小心的打过。所以刚刚的奶油浪费了，材料费等下我会加下去。把奶油打成可以涂在千层皮上的状态后就可以了。然后像你早上涂咖亚的时候这样涂，一层一层楼的盖上去。好了，可是我觉得它太矮了，所以我决定用多一半的材料来做多几片皮。我另外加了4片千层皮，刚刚的 cream 也有剩下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成品啦。它没有很好看，可是味道跟外面的有70%相似 ，OK， 就只是皮很厚。最后我们再来算一下材料费，因为刚刚鲜奶油我重做了，就加上鲜奶油的价钱，我也加了多一半的材料来做多几片千层皮，这就是大概的总材料费啦。这个价钱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去外面买千层蛋糕是很值得的。因为除了材料做一个蛋糕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心思，所以下次我还是会去外面买的。如果你们看了这个影片还是想要尝试，我相信你们可以做的比我更好，加油！